Hello，大家好，我係毛毛。當你哋睇到呢期影片，就會係農曆嘅7月14。咁我之前拍攝成珠樓小鳳餅嘅時候，睇過下佢嘅鬼故事，就有好多觀眾要求我講一下。咁一座成珠樓，6個鬼故事，出發啦，Go！呢間就係依家嘅成珠餅家，而對面嘅呢個樓盤就係以前成珠樓嘅位置。鬼故事就係發生喺呢度。故事嘅前面，我先講下成珠樓嘅歷史啊。雞仔餅應該好多廣州觀眾都知道，其實正宗嘅雞仔餅叫做小鳳餅。乾隆11年，即係1746年，吳氏家族嘅私人餐館成珠館開業。1855年，成珠館嘅一個婢女小鳳創製咗小鳳餅。1885年，梁殿華接手之後，改名為成珠樓。而小鳳餅呢，因為喺民國3年被申請成商標，所以後嚟嘅模仿者都只能改名為雞仔餅。1947年有3間店，第10鋪成珠茶樓、成珠餅家同埋澳門成珠茶樓。第一個故事：雞仔餅新娘。民國年間，廣州有一對青梅竹馬，佢哋係當時廣州大富商嘅仔女，門當戶對，相處融洽，順理成章咁，佢哋成為咗一對恩愛嘅情侶。女仔呢就好鍾意食雞仔餅，所以呢對小情侶經常去雞仔餅最出名嘅成珠樓度拍拖。雙方家長都認為對方係唔錯嘅聯姻對象，所以好早就訂咗婚。男仔仲曾經同女仔講過，每晚可以鋪滿成個酒席嘅雞仔餅。可惜啊，好景不長，解放之後，男方全家就搬咗去台灣，女方就留咗響廣州。女仔因為走資派嘅家世，再加上同男方聯姻嘅關係，被批鬥到生不如死，家產全部充公。但係佢仍然記得男仔講過嘅婚禮承諾，即使佢唔再係富家小姐，即使佢再都買唔起成珠樓嘅雞仔餅。直到1979年，30年過去，男仔已經變咗做男人，女仔亦都變咗做女人。男人返到大陸度探親，但係身邊已經有咗老婆仔女。女人知道消息之後好嬲，就去大鬧咗一場，但係佢已經冇辦法挽回男人嘅心，兩個人從此反目成仇。女人過咗冇幾耐就鬱鬱而終。葬禮上面，父母為咗滿足女人嘅願望，幫女人着咗紅色嘅嫁衣，仲喺棺材入面放咗好多雞仔餅。從此之後，成珠樓就開始有咗鬧鬼嘅傳聞。唔少人會喺半夜度見到一個着住紅衫嘅女鬼響成珠樓附近度喊啊！1960年之後，公司合營，梁氏退出，成珠樓呢成為咗國有企業。時間去返到1985年，鬼故事就準備開始啦。成珠樓啱翻新成4層高嘅酒樓。10月9日嘅晚上，有一對新人響成珠樓嘅3樓舉辦婚宴。當時成珠樓嘅話事人為咗賺多啲錢，除咗響3樓接咗喜宴，居然仲響2樓度接咗百事嘅解穢酒喎。響好多賓客都喺度互相敬酒，婚宴最熱鬧嘅時候，突然成間酒樓黑晒。最詭異嘅係，全場突然安靜晒，一啲聲都冇。服務員就即刻去檢查原因啦，發現原來係停電。
80到90年代嘅廣州其實經常停電嘅，所以成珠樓呢有自備柴油發電機。服務員呢就將柴油發電機打開，之後就恢復返電力。當時成珠樓係磚木結構，唯一嘅樓梯都係一條1米闊嘅木樓梯，而呢個柴油發電機就放喺2樓嘅木樓梯底。恢復返電力幾分鐘之後，柴油發電機連接嘅電線因為短路就着咗火，好快就燒着咗上面嘅木樓梯。因為有柴油嘅助燃，火勢好快就由2樓燒到咗3樓同1樓。期間3樓婚宴嘅人居然完全冇發現，直到成棟樓都着晒火，先開始有賓客發現。新郎同新郎嘅爸爸跑到去木樓梯，發現木樓梯已經完全燒毀，所以就由3樓嘅窗口跳咗落嚟。雖然斷咗隻腳，但起碼都叫順利逃生。而其他嘅賓客有啲呢就跟住跳，有啲呢就由窗外邊嘅水管向下爬。根據事後消防隊調查嘅報告，起火15分鐘之後，消防隊就收到咗消息，一共係派咗19部消防車、2部消防艇。因為80年代酒樓係冇消防系統㗎，附近亦都冇消防栓，所以火勢完全冇辦法控制，由夜晚嘅7:50燒到9:47，足足燒咗2個鐘。成珠樓因此完全被燒毀。呢次成珠樓嘅火災，包括新娘在內，一共8人葬身火海，受傷24人，而且大部分都係雙方家屬。呢對新人就係喜事辦成咗喪事。除咗喜事白事一齊搞相沖之外，仲有2個原因。第一個係成珠樓門口嘅2條柱上面有2條火龍，導致火燒皇地。第二個就係前面提到嘅雞仔餅新娘，停留響成珠樓嘅紅衣女鬼報復其他擺酒嘅新人。之後更詭異嘅事就開始發生啦。到咗1985年10月16日嘅凌晨，啱好係成珠樓火災事件死者嘅頭七。呢晚就發生咗令成珠樓附近100個街坊畢生難忘嘅事。因為喺凌晨，好多街坊都瞓咗覺，所以街道係非常之安靜噶。突然響起咗迎親嘅奏樂喎，喇叭啲打一直響，聽起身非常熱鬧。但係其實響1985年，廣州基本已經唔會用呢種迎親方式，而且凌晨時分都冇可能會有人去迎接新娘啦。呢條路兩邊就有好多街坊被嘈醒，大部分人都想睇熱鬧。之後就有好多八卦又作死嘅街坊就出嚟睇下發生乜事啦。於是就見到咗成珠樓前面嘅馬路上面出現咗一支好詭異嘅迎親隊伍，全部人都係着住紅色嘅古裝，一路吹住喇叭啲打，而且唔知係好大煙定係抑或好大霧，全部人嘅身影都好朦，睇唔清個樣。有街坊就話唔似實體。就向街坊非常好奇互相討論嘅時候，呢支詭異嘅迎親隊伍一直走到咗成珠樓門口就停低咗，企喺門口度繼續吹住迎親嘅喇叭啲打聲。就響呢個時候，路嘅另外一邊都傳嚟咗一陣啲打聲，而且仲係白事嘅哀樂。響路嘅另外一邊就出現咗一群披麻戴孝嘅身影，個個都係白衣白帽，
中間仲有個人抬住一個黑色嘅大棺材，居然係送葬嘅隊伍。送葬嘅隊伍都係去到成珠樓門口就停低咗，突然好淒涼咁樣大聲喊，喊聲入邊可以聽得出有老人有細路，喊得好淒涼，就好似喊喪咁樣。成條路都陰風陣陣，兩支詭異嘅隊伍就對住吹喜樂、吹哀樂，仲有詭異嘅喊聲。作死嘅圍觀街坊就嚇到全部跑返屋企。兩支隊伍嘈咗成晚，直到天光，先至突然原地消失咗。當晚嘅成珠樓附近見到呢兩支詭異隊伍嘅居民就有成100人，唔知有冇觀眾見到過呢？你以為故事就到呢一度結束？其實先至係成珠樓鬼故事嘅開始。到咗1986年年頭，響成珠樓火災過身嘅新娘同家屬8日祭嗰一日，咁喺火災裏面跳樓逃生嘅新郎就同其他親屬去到咗成珠樓門口祭祀新娘同其他死者。就喺啱啱擺好咗各種供品準備燒紙嘅時候，成珠樓燒毀嘅3樓突然間跌咗一條好粗嘅橫梁落嚟。而呢條橫梁又啱好跌正落新郎嘅頭度。你話全場咁多人，咁長一條橫梁，就啱好跌正新郎一個人，係咪好詭異呢？不過新郎都算好彩，冇直接死到，只係重傷昏迷住咗院。新郎經常會全身抽搐，之後大叫：唔好過嚟啊，唔好過嚟啊！新郎嘅爸爸就覺得新郎係俾燒死嘅新娘索命，就嗱嗱聲去請咗個大師過嚟處理啊。點知大師嚟到呢，就話：你哋都估錯晒啦，係因為賓客嘅冤魂好唔忿氣啊，參加個婚禮居然就燒死咗，於是就想攞埋新郎條命，帶埋新郎落去啊。而新娘呢，係一直保護住新郎條命，守護喺佢身邊，阻止其他賓客帶走佢，真係一個淒美嘅愛情故事啊！最後大師作法之後，新郎呢就有返意識，完全醒返晒。你又以為故事要完結啦？依家先一半咋。1985年火災之後，成珠樓一直保持住燒毀嘅狀態。因為成珠樓位於嘅南華路屬於比較好嘅地段，所以一直都有人打算重新裝修之後重新營業。直到1990年，成珠樓開始重建，施工隊開始施工，就發生咗好詭異嘅事。開工前3日都非常順利，去到第4日，工人將手腳架搭到第3層嘅時候，其中一個工人話：窗入邊有人啊，而且係好多人，有男有女，仲對住佢笑。其他工友聽到之後，擰住個頭一睇，發現裏邊乜都冇。呢個時候睇到好多人嗰個工人呢，突然開始反白眼，面都變成咗青色，仲發出咗女人嘅笑聲。其他工友就好驚啦，都唔夠膽去接近佢。突然呢個工人就想由3樓嘅手腳架度跳落去，其中一個工友就怕搞出人命啦，咪只好鼓起勇氣衝上去咯，用繩綁住佢，帶咗佢返去宿舍。之後呢個工人就病咗幾個月先恢復正常。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又有更加詭異嘅事發生啦。有一個根本唔識講粵語嘅工人，本嚟響工地度做緊嘢，突然間爬到咗3樓度開始唱粵曲，唔單止粵語標準，
而且係用女聲嚟唱，聽起身非常專業。後嚟呢個工人頭頂上面嘅雲被風吹散咗，陽光照到落佢嘅身度，工人就直接從手腳架上面跌咗落地面，之後就恢復正常。後嚟工人都覺得太邪啦，就集體罷工啦。當然最後成珠樓呢都順利完工。原址重建之後就改名為成珠酒家。2000年成珠酒家結業，總經理同老員工重新響對面馬路開咗成珠餅家，經營到依家。2002年，東江飲食集團買低咗成珠物業，改名為紅星海鮮酒家。到咗2006年3月1日，紅星海鮮酒家正式結業，成珠樓原址就開發成房地產。2008年建成咗呢個大型樓盤蘭亭御苑。你又以為成珠樓嘅故事講完咗？其實仲未㗎。前面講嘅係一直流傳嘅故事，後面我就幫新郎闢謠，呢個亦都係新郎嘅願望。我響整理成珠樓鬼故事資料嗰陣時發現，其實全部故事都係同源㗎。做過資料核實嘅人呢，都會知道，如果只有單一源頭，代表多數都係流料。根據新郎爸爸嘅描述，佢同新郎係順住成珠樓後面嘅2條煙通滑落去求生，而唔係喺3樓度跳落去。佢哋兩父子畀人送去醫院嗰時，仲因為攞唔出300蚊嘅押金，畀醫院拒診。根據南風窗對新郎嘅採訪報導，新郎對於救唔到新娘嘅自責，同因為好多人加油添醋講故事而去自殺，萬幸最後冇發生悲劇。呢個就係8日祭嗰日冤魂索命嘅原型。新郎同佢爸爸都好多次澄清，可惜造謠一張嘴，闢謠呢就跑斷腿。至於迎親同白事嘅隊伍，按成珠樓當時老闆嘅講法，係競爭對手搞事情。大部分人都寧願相信稀奇古怪嘅事，而且更有話題性，更容易傳播。1990年重建嘅施工隊罷工之後，其實最後呢係加錢解決。如果真係咁猛，加幾多錢都唔會有人做啦吧？最後嘅起火原因，根據消防事故嘅調查報告，有指出幾個原因。第一，茶樓施工時貪方便，留低咗隱患。電錶互感裝置出線端嘅接線柱呢發生咗短路。第二，電錶箱周圍堆積咗易燃物。第三，安全樓梯被封死。原本成珠樓擴建時，底層到3樓有一條鋼筋混凝土嘅樓梯，喺1979年俾茶樓用水泥封死，改成咗直拱更衣室，導致火災時只有木樓梯一條通道。第四，茶樓員工缺乏消防逃生培訓，發生火災時冇第一時間撲火苗，而且冇疏散客人。鬼故事裏面發電機係響1樓樓梯底，而調查報告裏面發電機係響2樓樓梯底。我非常認同採訪新郎嘅記者響報道最後寫嘅一句話：大火未能吞沒嘅生命，我哋點解要用不負責任嘅流言去扼殺佢呢？其實唔係世界上有鬼，而係人心裏面有鬼。唔做造謠屈人、缺德害人嘅事，心存善念，一身正氣，都可以做門神啦，又點會怕鬼呢？而為咗利益流量去造謠害人嘅，就要擔心有冇冤魂索命啦。成珠樓嘅故事已經講完咗，新郎依家已經67歲，希望你可以釋懷，開始新嘅生活啦。咁鍾意我嘅視頻嘅話，關注我嘅頻道，點個 like，分享俾朋友仔，下期見啦，拜拜。